今天的影片，我们来认真聊一聊掉发、防脱和生发。很多人一提到脱发，那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上了岁数的人才有的事儿吗？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脱发这件事儿呢，它跟年龄有关系，但并不是由年龄决定的。而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反而是一些非常微小的脱发的早期现象。比如说男生的话，一开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发量变化，只是发际线有些后移，或者在这个山羊角的这个位置有一些脱发。而女生呢，长发女生经常不会天天盯着自己的头顶去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仅仅是这个发缝稍微变宽了一点儿，或者这个颅顶啊不再有高颅顶，蓬松了，有点细软塌。这些其实都是脱发的早期现象之一，而我们介入脱发、干涉脱发的最合适的时机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等到这个发型已经变成地中海了，或者这个发缝宽到已经漏光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干预反而有点晚了。这个时候可能毛囊已经萎缩，或者是已经死亡，不管用什么手段，收效都非常的微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给你解决3个问题：一，我们怎么判断现在需要关注脱发这个问题了；2，怎么判断你大概率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脱发；3，根据我们的脱发类型，选对方式、选对成分和产品进行干预。想要防脱生发，最关键的就是尽早开始和选对方法。在讲正题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头发和毛囊的一些基础知识，这有助于理解我们后面要说的内容。这是一个毛囊构造图，中间那一根黑黑的就是我们的头发。你可以看到这图上有一大堆科学名词，但是别担心，我们只看2个名字，就是这张图最底部的毛乳头细胞和毛母细胞。这俩是干嘛的呢？如果我们把一个毛囊比喻成一个工厂，它源源不断的生产头发的话，这个毛乳头细胞就是这个工厂的供能系统，就是它会源源不断的给工厂提供能源。而毛母细胞就是流水线，它源源不断的生产头发。平时呢，毛囊里面的毛乳头细胞和毛母细胞，它们俩是紧密结合的，一边供能，一边生产。但是它们不能这么一辈子一直生产，我们的毛囊其实是有周期性，是有阶段性的，它是分为4个阶段的。这4个阶段呢，就是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和脱落期。顾名思义，生长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毛母细胞和毛母乳头细胞，它们都一个供能，一个生产源源不断的生产头发，你的头发就会越长越长。咱们如果不定期理发的话，它就没有型了。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退行期，它代表着头发的生产阶段告一段落，供能系统逐渐退场，重新的蓄能休整，而生产线呢逐渐停产。那在这个时候的典型现象就是头发停止生长，而且毛乳头细胞和毛母细胞从紧密结合的状态逐渐分离。下一个阶段就是休止期，此时这个供能系统完全在蓄能状态、充电状态，生产线也不再生产，而你已经生产出来的头发，它的发根会越来越浅，逐渐的进入到脱落期之后，头发的发根就非常接近头皮了，我们一梳头一洗发，它就脱落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头发生长的这4个周期里面，有3个时期它都是有可能由于外力的作用下脱落的。所以说，其实掉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头皮上的毛囊，它们不是同时生长、同时脱落的，它们是交替进行的。所以总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处在可以脱落的时期。那问题来了，那什么样的脱发才是非正常的，我们需要关注的脱发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这个方法来自洛克皮肤病学教科书，它的名字叫做拉发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呢，我们需要在某一次洗头之后的24小时之后进行测试，不要刚洗完头就试，那个时候不准。
然后用3个手指找你头顶或者任何位置的一小撮头发，大概5、60根这样一小撮头发，从发根一直捋到发梢，稍微用一点力，但是不要太用力。捋到发梢之后，看下来了多少根头发。如果你下来的头发超过了6根，你就需要关注脱发问题了。你呢可以不止在一个位置试，在多个位置都试一试。如果每一个位置都掉头发，而且掉的数量都超过6只，那你就非常需要关注脱发了。那为什么这个数据会这么定呢？这来自于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头皮上大概有10%的毛囊处在休止期和脱落期。也就是说，这10%的毛囊它可能因为你拉发而脱落。那我们刚才的这个实验呢，它一撮头发取的大概是5、60根，所以你超过6根的话，就是超过了10%，就等于要关注脱发问题了。好，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需要关注脱发了，那下一步就是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脱发到底是哪一种类型，选什么方式进行干预。很多人在搜脱发产品或者在跟我提问题的时候，都会直接问我脱发用什么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脱发它真的不是一种疾病的名字，它只是一种症状。就像说发烧是一种症状，我们感冒了会发烧，我们伤口感染了会发烧，甚至有的孩子呢打完疫苗也会发烧。那发烧是现象，是症状，我们如果不知道让他发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其实永远解决不了这个发烧的根本问题。脱发也是一样的，如果不了解背后的诱因和原理，也无法本质性的解决脱发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根据不同的脱发诱因总结了一张图。是不是看到这张图感觉种类超级多、超复杂？别慌，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只有其中的3种类型，而且呢，它们每一种都有很简单的分辨方式，我也会给大家把用什么产品都讲清楚。首先呢，脱发的种类分为2个大的板块，一个是瘢痕性脱发，一个是非瘢痕性脱发。瘢痕性脱发就是指毛囊工厂已经倒闭了，它已经没有能力再生产新的头发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洗发水、头皮精华或者吃什么药，它都无力回天。你只能通过求医，找医生去帮你干预，来避免它扩大它的影响和范围。重点来了，我们如何判断它是瘢痕性脱发？首先呢，大部分的瘢痕性脱发它会伴随严重的疾病或者外伤，比如说你已经患有红斑狼疮这样的严重的疾病，或者你有烧伤、外伤，或者刚进行完手术，在这些时候你都可能有严重的毛囊损伤，造成它有瘢痕性的脱发。还有一些它可能没有一个病理性的类型，但是你已经脱发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头皮表面非常的光滑，完全的没有毛囊的凸起的时候，这也提示你的毛囊可能已经不能再恢复生产了。简单总结一下，就这2种。第一，看你是不是处在严重的疾病期、外伤期、烧伤期，或者是手术之后的特殊时期。第二，就是看你的头皮上是不是已经看不到毛囊的凸起了，它是不是已经完全平了。如果在这2种情况下的话，它就是瘢痕性脱发，不用说别的，去找医生来帮你干预。好，现在瘢痕性脱发的2大类型就都被剔除了。如果不属于这2种情况的观众，可以随我继续往下看非瘢痕性脱发的7种类型。我们呢从最好辨认的开始讲。首先看这儿，斑秃。斑秃就是指头皮上存在一片一片的斑块状的脱发。它的脱发区域和不脱发的区域对比非常的明显，不脱发的区域头发完全是正常的茂密的，然后脱发的区域脱得干干净净的。这种脱发的原因呢，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发生了问题。你的免疫系统把你的毛囊识别成了敌人，它去攻击你的毛囊，所以它会呈现出区域性的脱发非常干净的情况。这种方式呢，我们不要自己处理，一旦发现立刻就医，医生会有相应的治疗方式来帮你缓解。然后我们看第2个，感染性脱发。感染性脱发呢，它的表现状态跟第1种斑秃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一块一块的脱发，但它脱发的区域不会像斑秃那么干净，它一定会存在比如说脱屑、红肿，甚至流脓水等等的这样感染的这种症状。
感染性脱发呢，有一个民间的俗称叫做头癣。如果碰到有头癣的情况呢，我们也是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呢给你取样，去分析到底是哪一个菌造成的你的感染，然后去对症治疗。第三个，我们看这儿，牵拉性脱发和拔毛癖。牵拉性脱发呢，它是一种物理性的脱发，它的原因非常明确。比如说女生扎高马尾、扎辫子，或者呢，比如说你平时有束发或者戴发卡，这种习惯都会因为物理外力的作用下，长期的牵拉这个毛囊，让这个毛囊张力过度，促使这个毛囊死亡。这种脱发也好解决，就是现在就把你的马尾给松下来，让头皮放松，不要一直处在张力状态，你的脱发会逐渐缓解。而牵拉性脱发的第二种特殊情况叫做拔毛癖，它其实是一种心理问题。有一些人呢，在焦虑状态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去揪自己的头发，有的时候甚至一揪一大把，揪的还挺多的。那当你揪的多了，揪的久了，这一部分毛囊可能无法恢复，造成脱发。那拔毛癖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说别的，用什么都没用，赶紧去看心理医生。第四个叫生长期脱发。这个生长期脱发呢，虽然从脱发的表面现象来看，它没有明确的特征，它呈现出一种分散的弥漫性的均匀的掉头发，但是呢，它们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病理性原因。比如说，如果你正处在放疗、化疗，就是癌症的治疗阶段，或者呢，你接触到了重金属中毒，等等，这样的非常明确的病理性原因才会导致生长期脱发。生长期脱发就是指毛囊本来生长得好好的，因为受到这些毒物的强刺激而强行打断生长期，然后自行脱落的现象。简单的说，它的解决方法就是，如果你处在放化疗期，那等结束了放化疗期之后，你的毛囊其实有自行恢复的几率。如果你是因为重金属接触或者毒物接触中毒了，那不说二话，赶紧去医院解毒。好，现在我们在非瘢痕性脱发这个大板块中也已经排除了4种类型了，那剩下的3种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常遇到，而且也最适合用护肤品和口服品干预的3种类型，它们是休止期脱发、雄脱和脂溢性脱发。我们先说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判断方法呢有2种，一种呢是看现象，它的现象呢表现为均匀的分散性的弥漫性的脱发，不会发现有特定的位置脱得特别严重，但就是在洗头梳头的时候掉的头发变多了，整体发量变少了。第二个就是从诱因判断，因为休止期脱发它一定会因为某种刺激造成毛囊进入休止期，从而脱发。下面呢，我列出来了大部分的常见诱因，来便于大家对号入座。这一块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因为对于休止期脱发来说，诱因对于脱发的占比占80%以上。我们如果找不到诱因，不能改善诱因，你就没法根本性的改善休止期脱发。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呢，因为身体里面的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所以它会造成一大波毛囊直接进入休止期休眠。高发时间呢，一般是刚生完孩子之后的2到3个月左右，但是呢，不用太担心，一般呢，在孩子8个月到12个月的时候，你的脱发会逐渐缓解恢复。这个呢，我当年也经历过，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是生完孩子大概半年多左右的我。诱因2，做手术了。做手术这件事儿，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内伤。那当身体有内伤的时候，它就会把营养物质和循环系统都优先自己的这个脏器和伤口的恢复。那像头发、头皮、毛囊这种装饰器官，它就先放弃了，所以它会进入到休眠期，造成你脱发。3、减肥、节食、断碳水，都会造成休止期脱发。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你的身体觉得你自己太缺乏营养了，人都快活不了了，怎么还能把营养分给头发呢？所以毛囊就休眠了，你就脱发了。说白了，我们减肥也要科学减肥，在我们控制饮食锻炼的同时，一定要保证日常生理代谢所需要的营养物质。4、压力大，连续熬夜。这种情况呢，它会造成你的内分泌系统失调，然后当你内分泌系统失调的时候，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体内炎症，这些炎症因子攻击毛囊，毛囊就休眠了。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还是因为我其实理解大家现代社会嘛，大家学业和工作都非常忙碌，但是呢，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尽量调整一个健康的作息，一个良好的心态。第5种，贫血。当你缺铁的时候，你是非常容易脱发的，因为头发的生长非常依赖于循环系统，而缺铁就会让循环系统受阻，你的能量供不上，它就会休眠，休眠就脱发了。怎么判断自己缺不缺铁呢？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去医院查血。第6种就是你有甲状腺疾病的时候，如果你有甲状腺疾病，而且那几种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的时候，它也非常容易产生体内炎症，攻击到毛囊，造成毛囊休止期脱发。这种方式就是要注意周期性体检，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早好。其实听完刚才的内容，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就是解决休止期脱发，改善休止期脱发最重要的就是改善那个诱因。只有诱因改善了，我们再通过一些手段和产品，才能有效的改善休止期脱发。然后我们就来讲讲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段和什么样的产品和成分。咱们先说说外用的护肤品，有2个成分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咖啡因。咖啡因这个成分呢，对于促循环，尤其是头皮的微循环有非常好的作用。像我们配方师这个业界呢，经常去开玩笑说，这个咖啡因呢，能给你的毛囊提供一下叫醒服务，别睡了，起来重新干活了。所以你会看到咖啡因这个成分几乎在那些有名的、经典的、销量非常好的生发产品里面都会添加。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像卡诗的元气浆头皮精华，咖啡因在这儿呢；像 DS Lab 的防脱洗发水，咖啡因在这儿呢；还有像 Alpacin 的洗发水，像 The Ordinary 的头皮精华，它们都添加了咖啡因，而且它们的含量都不低。还有一类成分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就是修护毛囊的肽类成分，比如说三肽、蓝酮肽，还有生发肽。有一个典型的成分来自法国知名活性肽公司 Sedama 的 Procapil， 它的化学名称叫做生物素酰三肽杠1。这个成分就很奇妙了，它把维护毛囊健康的必需维生素生物素，也就是维生素 B7 和三肽杠1结合到了一起，专门做成了一个针对毛囊修护、促进毛发生长的这么一个生发肽。市面上呢也有很多产品添加了它，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品牌叫 Hair Labs， 它的头皮精华里面加的核心成分就是这个生发肽，而且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临床数据的对比图，可以看到效果很不错。除了一些成分和刚才说的这些头皮精华、洗发水以外，我们还可以结合一个美容仪来促进这个毛发重新回到生长期，就是 LED 红光。因为红光呢，它的这个原理跟那些成分差不多，它都是可以通过改变头皮的微循环来帮助毛囊重新回到生长期的。典型的产品呢，就是一些头部的红光帽，都有这个相应的帮助。这块呢要特别提示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成分产品，还有像美容仪这些东西，它们呢都是去帮助毛囊，促使毛囊回到生长期的。就是说毛囊并不一定会回到生长期，它是有一定的概率的。所以呢，你在用这类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要长期，要坚持。我们要按照它的使用频率，按它的要求去使用。如果你中间比如说3天打鱼2天晒网，那你可能几个月都看不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总结一下，休止期脱发它是一种分散性、均匀性的、没有特定固定位置的脱发。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它的诱发原因，它的诱发原因有很多，包括压力大、生育，还有像减肥、节食等等情况。而如果想改善休止期脱发，我们就要做对2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诱因，改善诱因，这个是重中之重，一定要注意。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去结合头皮用的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美容仪，来帮助毛囊重新回到生长期，来促进生发。OK， 我们下面说说第2种雄脱。雄脱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顾名思义，它是和雄激素有关的。很多人说，那雄激素脱发，它这不是男性的专属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的身体内都是有雄激素的。只要你有雄激素，你就有可能有雄激素性脱发。判断自己是不是雄激素性脱发有2个重要特征。第一个就是去观察你的头发有没有变细的状态。
有没有粗细不均的状态。第二件事儿就是雄脱，它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固定位置的，它会某些位置先开始脱发，比如说像发际线、山羊角或者像头顶这样的区域，它会先脱，而像后脑勺，下面的头发它后脱或者不脱。所以呢，这个雄脱会呈现出，比如说地中海发型，或者是羊角秃发型，等等这种特殊的形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雄激素性脱发它会这样表现呢？我们的身体里面主要的雄激素叫做睾酮，那这个睾酮在身体里面的一些特殊位置，比如说像头皮，比如说皮肤表面，它会被5-阿尔法还原酶转化为2氢睾酮。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雄激素转化成了一个超级雄激素。这个超级雄激素呢，其实它在体内主要是维持男性的第2性征去使用的。它比如说男性长胸毛，然后粗壮的腿毛，这些都跟它有关。但是呢，这个超级雄激素它非常的双标。当它在体毛这样的位置的时候，它是促进让它变得更粗壮、更硬、更长的。但是当它在头皮这种位置的时候，尤其是像额角、发际线这种位置的时候，它就反过来了，它会让毛囊萎缩，让你的这个头发越长越细，越长越短，越长就越差了。这种讨人嫌的这个现象叫做雄激素悖论。这就是为啥你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哥，他们有非常浓密的胡子和体毛，但是头发却非常稀疏。那好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这个超级雄激素，那为什么有的人脱，有的人不脱呢？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些人他体内的这个超级雄激素的含量是真的高，比如说有些女孩子她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她有胰岛素抵抗，这些情况下她的雄激素水平它是真的高，那她有可能会更容易雄脱。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类人他去检查雄激素水平的话，可能一切是正常的，但是他雄脱了，就是因为他的毛囊对雄激素格外的敏感。而且呢，这个毛囊的敏感性还不是均匀的，尤其是发际线、额角、头顶这一块的毛囊对雄激素是格外敏感的，而后脑勺的毛囊没有那么敏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雄脱的第2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会先从固定的区域开始脱发，然后再逐渐的演变到全头。好，那如果想改善雄脱，其实关键我们也是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通过内服来降低身体里面的超级雄激素的水平，或者降低它对头皮毛囊的刺激性。第二步，外用头皮精华或者相应的洗发水来帮助毛囊解除萎缩状态，重新回到比较有活力的生长期。下面呢，我来具体的讲讲这2种方法，具体我们用什么产品怎么做。先说内服，内服的话主要就涉及到2种口服药。第一种就是降低身体内的超级雄激素水平的，典型的药就是非那雄胺和杜他雄胺。它们的原理就是通过去抑制把普通雄激素转化成超级雄激素的那个酶，来让超级雄激素生产的少一点，降低身体里面的超级雄激素水平来达成的。这种药物呢，经常会用于男性的雄脱，但是呢，不能自己私自服用，因为它也有非常典型的副作用，就是你的这个欲望和男性功能会下降。所以呢，服用这一类的药一定要遵医嘱。第2种药就是降低超级雄激素对于毛囊的刺激性，典型的药叫做螺内酯，它常用于女性的雄脱。但是这种药一样不能瞎吃，擅自服用可能造成的副作用包括月经不调，这个血压下降等等，也非常严重。然后呢，我们再说说外用。外用这一步虽然有非常多的成分可以选择，但它们的顶梁柱毫无疑问是米诺地尔和米诺地尔类似物的家族。来，我们先说说米诺地尔。米诺地尔这个成分呢，其实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它不是治疗脱发的，它是一个降压药。但是呢，医生在临床使用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降压药它有一个非常有共性的副作用，就是这个毛发生长得更茂密了。于是呢，科学家就想，既然口服一个降压药都能让这个毛发变得茂密，那我如果局部外用高浓度这个药，会不会它就可以防脱生发了呢？于是呢，他们成功了。1988年，第1款2%的米诺地尔外用药上市了。
到现在呢，市场上有2种浓度的米诺地尔外用药，一种是2%的，一种是5%的。其中呢，5%呢经常用于男性的雄脱，而2%呢经常用于女性的雄脱。虽然米诺地尔它上市的时间有几十年了，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用，大部分的医生也会开，我们在药店也能买到。但是它有2个非常要命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米诺地尔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狂脱期。因为它的主要原理是通过强烈的促循环作用，让你把那些半死不活的在这个脱落期、休止期的头发赶紧的就是离开头皮，好让底下的新头发长出来。所以呢，它在让你的这些老头发赶紧离开头皮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个非常集中的狂脱期。你可能大概会经历2周到1个月之久的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的掉。虽然这个头发掉完了之后，原地儿还会长出新的头发出来，但是呢，这有一个时间差，心理压力特别大，好多人呢都接受不了。第2个缺陷就是米诺地尔它的化学性质就决定了，它如果要做成外用的这个精华或者药品，它必须要添加大量的溶剂去溶解它，而这些溶剂要么是酒精，要么是丙二醇。酒精咱就不说了，有一定的刺激性，丙二醇呢感觉超级的油腻。所以呢，这些各大集团就看到商机了，他们就着手对米诺地尔开始进行结构改造。比如说欧莱雅集团，他们推出了一个成分叫做亚美尼斯，它的结构就是在米诺地尔的化学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米诺地尔的化学结构，像一个哑铃，上面一个圈，下面一个圈。这个呢是亚美尼斯的，也就是说，当它把底下的那个圈，那个派定基给拿掉了之后，就合成了亚美尼斯。根据化学领域，相似结构具有相似功能的特性。亚美尼斯保留的这个基团，它就是米诺地尔的核心功能基团，所以呢，它依然具有米诺地尔类似的功能。但是它去掉下面的派定基之后，它的狂脱期的刺激性，还有它的油腻感，都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亚美尼斯这个成分它非常的温和，几乎没有什么刺激性，你基本上感觉不到狂脱期的存在。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它会比米诺地尔的见效要稍微弱一点。这个成分呢，现在基本上都用于欧莱雅集团系列高端的头发护理线的产品里面，比如说像薇姿的头皮精华，像卡诗的这个元气浆系列，它都用了这个成分。那卡诗元气浆精华呢，我们在前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用户测试，它的结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除了亚美尼斯以外，还有一个结构改造非常成功的，来自 DS Lab 公司，也就是纳诺地尔。它的改造跟亚美尼斯有点不一样，它呢没把底下的那个哑铃的另外一个轮子直接去掉，而是把它改成了一个5边形的一个新的轮子。同样根据相似结构具有相似功能的原理，因为保留了米诺地尔的核心功能基团，所以纳诺地尔也具有米诺地尔相似的功能。同时呢，它的这个狂脱期会变得更短，然后也更温和。如果把它们仨的这个功效和刺激性排名一下的话，大概是这样的：米诺地尔呢刺激性更强，但是功效更强；纳诺地尔呢功效可能稍微的慢一点，但是刺激性稍微的弱一点；而亚美尼斯是温和性最强的，但是功效感可能是最慢的。纳诺地尔这个成分呢，目前应用于 DS Lab 产品系列中的2个头皮精华产品中，一个5%的，一个7%的，它这2个配方都非常好。我们也进行了用户测试，它的数据也很可观。不过呢，其实除了米诺和类米诺家族的这些成分以外，也有一些天然成分对于雄脱有帮助。比如说呢，像聚棕榈提取物、绿茶提取物，或者富含贝塔植物甾醇的一些植物油脂，还有像啤酒花提取物，这些成分呢，经常出现在防雄脱类型的防脱洗发水里面进行辅助搭配。如果你的雄脱已经进展到中期后期，需要在洗发水上也帮助你一块改善的话，可以看含有这些成分的洗发水。好了，雄脱这一趴咱们就讲完了。总结一下，判断雄脱的2大核心特征，一个是看头发是否变细了，一个是看是不是有特殊位置的脱发，比如说山羊角、发际线和头顶。改善方法呢，分为口服和外用，2个方法同样重要，但是早期和轻度的雄脱可能不需要口服，具体是否需要大家遵医嘱。
对于外用品比较好选择，就我们市场上60%到70%的防脱产品其实都是针对雄脱的。如果你看到米诺地尔或者是纳诺地尔、亚美尼斯这种米诺地尔类似物，那就说明这是改善雄脱的产品。这里面呢，米诺地尔是顶梁柱，效果非常明确，但是呢，狂脱期有点吓人，而且呢，肤感非常油腻。亚美尼斯和纳诺地尔虽然改善了米诺的温和性和油腻，但是它的起效速度会略慢于米诺地尔。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如果呢看医生比较麻烦的话，早期的雄脱我们也可以先用这些外用产品去改善，如果觉得改善效果不大，再去看医生。下面我们来说说脂溢性脱发。很多人自己有脂溢性皮炎，同时会伴有脱发的时候，就会说自己有脂溢性脱发。特征呢就是头发油、头皮痒、头屑多，而且呢有脱发。但是严格来说，其实脂溢性脱发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医学分类，它可能属于休止期脱发，它也可能属于雄脱，只不过伴随脂溢性皮炎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休止期脱发还是雄脱，你都有可能同时脑袋上有脂溢性皮炎。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单独把它拿出来说事儿？就是因为大众里面会把这两个现象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大众认知，管它叫脂溢性脱发。我们如何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休止期脱发叠加脂溢性皮炎，还是雄脱叠加脂溢性皮炎呢？其实我们的判断方法没有变化：一看头发有没有变细；二看是否有特殊位置先脱发的现象。如果你的头发没有变细，没有特殊位置先脱发，是均匀分散的脱发的话，那就是休止期脱发。如果你的头发有变细，而且有特殊位置先脱发的现象的话，那就是雄脱。在改善方案上，我们在根据这两种脱发类型分别进行对号入座选解决方法的同时，一定要叠加头皮抗菌抗炎，解决掉脂溢性皮炎的相应产品。选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关注里面有没有这些成分，比如说像 OCT， 它呢主要是抑制马拉色菌的繁殖，来控制脂溢性皮炎的发展的。还有像酮康唑、二硫化硒、氯咪巴唑等等这类成分的洗发水都对脂溢性皮炎有作用。如果你的头发很油、掉头屑很多、头皮很厚，还可以去选择含有水杨酸的一些产品来帮助疏通毛囊和毛孔。如果你的头皮不稳定、有红包、非常瘙痒的话，还可以去选含有烟酰胺、泛醇或者甘草酸类成分的产品。典型的可以用的产品包括薇姿的绿标洗发水、DS Lab 的防脱洗发水、达欣的洗发水等等。总结一下，如果怀疑自己有脂溢性脱发，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先判断到底是休止期脱发还是雄脱，根据类型对号入座选产品。同时呢，我们要去叠加针对脂溢性皮炎的相关洗发水去使用。OK， 那本期的正题掉发、防脱和生发的内容我们就都讲完了。下面呢，我补充说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植发。很多人觉得呢，植发它是防脱生发的终极手段。不管你是头发都掉光了，还是刚刚开始掉头发，只要你有足够的预算，你就可以去植发。这种想法呢，其实不大对，因为植发的本质并不是生发，而是给毛囊搬家。它是把那些后脑勺对雄激素不太敏感的、不容易秃的这些头发、这些毛囊，搬到那些你已经秃了的区域。所以说它是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在雄脱的稳定期，而且后脑勺头发非常充足的人去用的方法。但是它既不能根本性的改善脱发的趋势，甚至对休止期脱发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呢，植过去的头发它还不是100%存活，就像我们种花移栽这个换盆一样，它有一定的存活率，会有一些头发你植了白植了。所以我只建议说，在雄脱稳定期，后脑勺有足够充足头发的人，然后想短期的改善一下自己的外观的情况下，再用植发这个方法。其他的情况就不是很建议了。好，今天的内容就全部讲完了。最后用几句话稍微总结一下：一、怀疑自己有脱发问题，记得立刻自测，做一个初步判断。二、选生发防脱产品之前，一定要先判断好类型，然后对号入座。
本期视频的图文总结版，还有对各种市面上生发精华的我们前几年做的一些用户反馈和用户的数据，我会更新到会员贴吧区，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下载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内容有帮到你，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的会员频道。